大家好，我是李文腾医师，这次要跟大家介绍气血分析以及背后需要注意的细节。一个正常运作的人体，其血中 pH 值的恒定相当重要。其中的酸碱平衡背后主要有两大系统维系，一个是呼吸系统，另一个则是肾脏代谢系统。其中呼吸系统堪称及时雨，只需数分钟的时间便可提供及时的代偿调节功能。至于肾脏代谢部分，尽管速率较慢，可能要数小时甚至到数日，但对于酸碱维系的效益较持续稳定。气血分析可以分成动脉跟静脉两种，其中动脉气血分析，也就是 Arterial Blood Gas， 简称 ABG。ABG 用于评估患者动脉血液中呼吸与代谢酸碱平衡的状态。由此可知，从静脉血液抽出来的气血分析被称为 Venous Blood Gas， 简称 VBG。ABG 与 VBG 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 ABG 可以提供动脉血氧浓度，其余部分则差异不大。换言之，如果只是要单纯评估代谢酸碱状态，单抽 VBG 在学理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一般来说，正常的气血分析数据参考区间如图表所示 ，pH 值为 7.40 正负 0.05， 动脉血氧正常值约为75到100毫米汞柱，静脉血氧为40左右。至于二氧化碳分压为35到45毫米汞柱，血清重碳酸根则为24 MEq。无论是 ABG 还是 VBG， 快速且正确判读结果是临床医师应具备的核心能力。根据不同情况下，少则3步骤，多则5步骤，即可大致判读其中的异常。在进入判读步骤之前，有2点重要观念要先理清。第一，呼吸酸跟呼吸碱不可以并存。第二，代谢酸可以跟代谢碱并存，也可以跟呼吸酸碱其一并存，因此需留意代谢酸碱的种类可以是多重的。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气血分析5大步骤。第一步，先看血清 pH 值，如果小于 7.35 则定义为酸血症，或称为 acidemia， 如果大于 7.45 则为碱血症，也就是 alkalemia。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酸血症还是碱血症，都只是最终的结果，而非单一的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找出酸碱平衡中的推力与拉力。第二步则是判定呼吸性问题还是代谢性问题。简单来说，如果是呼吸性因素的酸碱异常，其二氧化碳分压的变化，也就是 PCO2 的升降，应该与 pH 值成反向关系。如果是代谢性的酸碱异常，其血清重碳酸根，也就是 bicarbonate 的含量变化，应该与 pH 值成同方向升降。第三步则进入代偿评估的环节，找出是否有对应呼吸或是代谢预期的代偿。倘若是呼吸酸中毒，预期应有代谢碱代偿，血清 bicarbonate 应该要有所上升。反之，呼吸碱中毒则因预期代谢性酸代偿，血清 bicarbonate 预期会下降。代谢酸中毒及碱中毒对应到的呼吸代偿一样，同理可证。至于呼吸对应的及慢性代谢代偿幅度，可以参考此表格来计算出是否代偿完全。重点在于呼吸酸带来的代偿偏移较呼吸碱小，且慢性呼吸酸碱异常带来的效应要比急性期来得大。比如说，一个单纯因为肺炎恶化产生的急性呼吸酸中毒且有对应代谢代偿的病人，倘若病人血清 PCO2 为60毫米汞柱，也就是比正常的40多了20毫米汞柱。根据表格描述 ，PCO2 每上升10毫米汞柱 ，bicarbonate 应该会上升1 MEq 的幅度，这就意味着病人预期的 bicarbonate 应该会比正常值上升2 MEq， 也就是24加上2等于26 MEq。如果病人主要原因为代谢性中毒，也有对应的公式去评估呼吸代偿是否合理。这步骤也是很多医学生及新手医师容易陷入的误区，主要原因在于 PCO2 的标准值并没有进行正确的计算校正。其中代谢性酸中毒可以利用 Winter's Formula 计算出预期的 PCO2 数值，另外代谢性碱中毒对应的公式则如图表所示。另一个比较懒人判定的方式，就是 pH 值小数点末2码，在纯粹的代谢性酸中毒，甚至是轻微的代谢性碱中毒下，大概就是二氧化碳的预期代偿数值。一般而言 ，pH 值在 7.10 到 7.55 之间，这个判定方法是可以用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病人血中 pH 值为 7.32， bicarbonate 只有16 MEq， 如果 PCO2 为32毫米汞柱，那就意味着病人因为纯粹的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完整代偿，这时的 PCO2 尽管低于正常值的40，但不可以说成是呼吸碱中毒。如果代谢有达到对应的代偿附近水平，换言之就是以呼吸酸碱异常的主导，那么气血分析到了第3步基本上就算完成。然而一旦病人酸碱异常的主因是由代谢引起的，或是呼吸为主要问题下，代谢代偿环节未能达到预期标准，超出过多甚至倒行逆施的话，则应当要考虑到代谢性的并存因素，需进入后续第4跟第5个步骤。第4个步骤跟第5个步骤是环环相扣的，各自的重点在于区分其中代谢酸中毒的种类，以及有无潜藏的代谢碱中毒。首先是第4个步骤，我们可以借由阴离子间隙的计算来评估代谢酸中毒的种类。阴离子间隙，也就是 anion gap。anion gap 可透过计算血浆中阳离子和阴离子的浓度差而得。由于人体无论酸碱变化如何，始终都维持电中性，肯定不会变成皮卡丘。换言之，血清中阳离子的总数应与阴离子总数相同，由此可以推得 anion gap 的公式等于阳离子总数减去阴离子总数，也就是血清中的钠离子减去氯离子以及 bicarbonate 的结果。尽管血清中的钾离子也属于阳离子，但实物上为了便于计算，通常不会额外计算它。anion gap 的正常范围通常在10到14 MEq 之间，但需留意 hypoalbuminemia， 也就是低白蛋白血症，会造成计算上较实际上要来的低估。详细造成 anion gap 的变动因子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当阴离子间隙较正常值高时，换言之称为阴离子间隙代谢酸中毒，全名为 anion gap metabolic acidosis， 简称 AGMA。其中 AGMA 可以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乳酸中毒、酮酸中毒以及尿毒症。有一个口诀可以供各位参考，就是 MAPHILS， 包含 methanol、uremia、diabetic ketoacidosis、propylene glycol、isoniazid、iron、lactic acidosis、ethylene glycol、salicylates。如果阴离子间隙仍在正常范围内，也就是 non-AGMA。non-AGMA 则应考虑肠胃道的因素，像是腹泻或是 intestinal fistula， 以及 renal tubular acidosis， 也就是肾小管酸中毒，简称 RTA。另外需注意的是 ，AGMA 跟 non-AGMA 两者之间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可以跟其他的代谢碱中毒并存。这也呼吁了一开始的观念，代谢性中毒的种类可以是多重的。要进一步区分代谢的种类，就需要进入第5步骤，也就是 delta gap， 用来评估有无遗漏其他代谢因子，尤其是 non-AGMA 跟代谢碱中毒这两者。在临床实务上，能走到这一步的案例确实不多，但在病况较为复杂的情境，例如有机物中毒合并腹泻或呕吐时，就有可能需要第5步骤的分析来确定有无其他代谢因子遗漏。delta gap 的公式为实际 anion gap 减去12，再加上 bicarbonate 的。这其中的核心精神在于计算 AGMA 造成的预期标准值以外，如果额外的 bicarbonate 的增幅有限，很可能意味着藏有 non-AGMA。反之，增幅过高则有可能与另一种碱中毒因子并存，其对应参考数据如表格中所示。有些教科书会利用 delta ratio 来评估也是可行，不过临床上要使用 anion gap 差值与 bicarbonate 差值，两者之间相处显得吃力许多，还是采用加减计算的公式要来得容易一些。说完了气血分析5大步骤，顺带提一下新手常见犯错的原因。首先是判读结果正确，但没有进一步找原因。我们应当记得，体内缓冲系统本质上是减缓外来酸碱当量变化对实际 pH 值造成的影响，但无法消灭酸碱对应的总当量。最终仍需要呼吸或是肾脏代谢系统的调节与排除，才能根本解决酸碱失衡的问题。第二个常见错误在于对正常 pH 值的患者掉以轻心，要避免这样的错误，应再次进一步确认 PCO2 跟 bicarbonate 是否也合乎正常范围。如果不是，则要小心有可能是混合呼吸酸碱异常其一，合并多重酸碱异常的结果。这种多方拉锯的恐怖平衡，正是值班期间可怕的地雷之一。
第3个常见错误则是缺乏检验数据的敏感度，连带临床处置延迟的后果。就多数临床经验来说，当病人的血中 pH 值小于 7.3， 就应当要提高警觉。像这样的检验报告，很有可能意味着代偿系统即将崩溃的预兆，必要时请向资深医师确认判读结果以及后续处置动向。好了，以上是气血分析的判读步骤与概念说明，我是李文腾医师。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